欢迎来到月亮说，长月烬明更新太慢了，完全不够看呀。像这种剧情虐到哭的仙侠剧其实有好多，像是2019年的陈希元，2020年的琉璃，2021年的千古绝尘，还有2024年未播先火的长相思等等。本期小编为大家推荐以下14部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，包含了经典剧与待播新剧，小编不信你不会为他们流泪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1，周冬雨、徐凯主演的千古绝尘。我知道我任性，我不学无术，我不爱修炼，我也不爱读书，但是我已经在改了，我会努力达到你心里的期望。我其实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，我有一桩事我悔恨至今，是我逼你成为主神。大家觉得周冬雨和徐凯的 CP 感怎么样呢？喜欢误会虐恋的千万别错过这部剧哦。该剧主要讲述了真神白绝与上古两人几经生离死别后，从灵力低微的小仙慢慢修炼成身负苍生的主神，然而不幸的命运来临，白绝为了阻止上古承受混沌之劫而选择灰飞烟灭，但上古不知道真相，在神识觉醒后，以为白绝杀了养育自己的古君上神，白绝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上古撇清了关系，而且还要娶景昭为妻，这简直伤透了上古的心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其实白绝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上古呀。他们的深情是否能摆脱这一段三生三世的亘古虐恋呢？没追过的小伙伴值得去刷下哦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2，程毅、袁冰妍主演的琉璃。把眼镜还给我，我不愿看到你死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记得你。我要为我自己赌一次，我赌你会不会把我记在心里。很多剧虐恋了3世、7世，都还意犹未尽，不够看呀。而这部琉璃中，两人虐了整整10生10世，过程实在太惨了。司凤原本是天地之子，尊贵的凤凰，玄机是天界的战神将军，然而玄机被罚，司凤不顾天地之子的身份护着他，最后和他一起落入凡间，展开了10生10世的情缘。程毅在剧中饰演的司凤，每世都爱上了玄机，但前9世都是悲剧收场，然而到了第10世，终于成功帮他净化了身上的戾气，不过也没有高甜互动，最终3界不分尊卑，与司凤和楚玄机生育了一子，过上了与常人一般的幸福生活。结局虽然很美好，但过程真的非常惨虐呢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3，张震、倪妮主演的陈希元。你想看我死？你就是林夕，你的家人朋友都在天宫等着你团聚，遇到任何阻碍，我都会拼尽全力，用我的性命去保护他。这部陈希元中的九晨和灵犀，他们俩的3生3世的虐恋爱情也是凄美动人呀。第一是桃林小仙灵犀意外唤醒沉睡100年的战神九晨，两人心心相印，暗生情愫。无奈灵犀因身上有魔气，被天界挞伐，九晨为救灵犀，送他下凡历劫。第二是灵犀转世成又聋又哑的林默，注定要一世历3劫，九晨下凡默默守护，但为了帮助灵犀成功历劫，重返天界，无奈再次伤透灵犀的心。第三是灵犀飞升归来，成为一国女君，与九晨互定终生，携手一起守护苍生。两人明明是双向奔赴的爱情，却因为种种误解而分离，好在最后也是个美好的结局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4，杨幂、赵又廷主演的3生3世十里桃花。十里桃林思音因仰慕墨渊上神的威名，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拜师。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。这部3生3世十里桃花也是很经典。3生3世系列的第1部主要讲述了青丘女君白浅与九重天太子夜华两人历经3生3世的爱恨纠葛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仙恋故事。当初该剧开播后，可是让四海八荒的各位仙友们哭到肝肠寸断呀！特别是夜华挖去素素双眼时，真的是太揪心了。还有素素跳下诛仙台，变回青丘女君白浅，选择喝下了忘情酒，想忘却这一切。除了主线很有看点之外，东华帝君和白凤九、连宋和程昱等这几对 CP 也让人看到欲罢不能呢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5，杨紫、邓伦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。从一开始便注定了，我们终会分离。我便赠你一半真身，许你一刻的春华秋实。
这部剧呢，只填了开头和结尾哦，中间的剧情几乎都要虐哭观众，尤其是邓伦饰演的旭凤被锦觅误会成杀父仇人，锦觅亲手捅旭凤一刀的那幕，真的可以说是名场面呀。而旭凤心灰意冷坠入魔族后，成为新一代魔君，虽然他处处为难锦觅，但其实他还是爱着她的。后面大结局仙魔大战时，锦觅为了阻止旭凤和润玉的恶战，选择了牺牲自己，消失在旭凤的怀里，就换成旭凤到处寻找锦觅的魂魄，幸好最终找到了，但过程真的是好虐好惨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6，高伟光、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。我要把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帝君。他觉得我做的糖醋鱼很好吃。其实两个人若是没什么缘分，也就是到了该彻底放下的时候。作为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续作，也是同样虐了下去。不得不说，高伟光和迪丽热巴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两人非常般配，演技也不错，对小编来说简直百看不厌。第一世的凤九化身了小狐狸，陪伴在帝君身边，可帝君从来不知道凤九的情谊，最终凤九被人挑唆伤心离去。第二世凤九不惜陪帝君下凡历劫，却为了让帝君顺利度完情劫，就选择了背叛帝君。第三世帝君才第一次真正与凤九相识，好不容易开始甜甜的爱情，帝君却即将羽化，他剖了半颗心做成戒指，只为在自己死后能继续守护凤九。而凤九因为帝君错过大婚而误会帝君，不知道他在背后做的一切，就这样两人又错过了几百年。而诀别的那场戏真的超级虐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7，程毅、杨紫主演的《沉香如屑》。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。喜欢上我了吧？别说你是妖女，就算你是女神仙，我也不可能会喜欢。基本上程毅演的角色都是美强惨，与杨紫在剧中几乎是全程互虐，丝毫没有想撒糖。两人相爱，但无法与对方坦诚，却又默默地为对方付出全部，而且越追到后期，两人就越虐。特别是颜旦甘愿负天行台，用近900年的时间，依然忘记不了应渊，日日夜夜在夜望川受尽折磨。原本第二世两人苦尽甘来，但最终也是双双赴死，这也是大家预期的 BE 收场。不过剧组还算有点良心的，后面推出了番外篇，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，才让观众们释怀了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8，肖战、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。初遇你之时，就注定有一天会死于你手吗？师父，大家超期待的这部《玉骨遥》也是虐恋的哦，两人在剧中的关系也是师徒，而且设定非常好磕。从石影对朱颜有感觉之后，一切开始变了，主要还是世俗的阻挠，于是两个人的感情就开始破裂了。而最虐心的就是朱颜捅石影一刀的场景，这也是该剧大虐的戏份。石影为情所伤，他被朱颜一剑刺中，石影还问道：“颜儿，我死了你会难过吗？”像这样女主捅一刀给男主的戏份，基本都是很虐心的。这又是师父为了保护徒弟，不得不推开他，却被徒弟误会的故事。神官石影与赤足郡主朱颜互生情谊的虐恋，观看时请大家备好纸巾哦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9，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以及谭健次主演的《长相思》。酒荤不孕我包治，药到病除送子来。这部《长相思》也是2023年 S 加级的大制作古装剧，也是非常催泪的。这部作品依旧延续了大女主的 IP， 以4种感情纠葛来展开，在片花中更是采用了五角恋的运镜，一看就是女主满满的故事感呀。杨紫饰演的小妖，她的感情线有多么丰富呢？分别与枪炫、涂山璟、相柳以及赤水风龙展开了虐恋情节，像是那句“对不起，我今日不能嫁你了”，多么悲惨的画面呀！这是小妖和赤水风龙的露水情缘，虽然最终没有在一起，但两人的 CP 画面还是挺好磕的。你更喜欢磕杨紫与哪一位男主的 CP 感呢？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10，赵丽颖、霍建华主演的《花千骨》。我身上这101剑，17个窟窿，满身疤痕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求请你，我想回到从前。这部《花千骨》是经典的师徒虐恋，
而且几乎是从头虐到尾。白子画深爱着花千骨，却死不承认。花千骨痴恋师傅白子画不成，还被流放到蛮荒，然后又被关押了16年。而白子画为花千骨做了许多事，但从不让他知道，一次次否认对他的爱。最后小骨心碎不已，设计让白子画亲手杀了自己。大结局中，花千骨绝望地对白子画说：“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，今生今世，永生永世。今生今世，永生永世，不老不死，不灭不毁。若能再重来一次，我再也不要爱上你。”当时看花千骨的你，有为他们流泪吗？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11，丁禹兮、杨超越主演的《70吉祥》。不管你走到哪儿，我都能找到你。下辈子，下下辈子。杨超越今年还有另一部仙侠剧《70吉祥》，她与丁禹兮两人之前在综艺上的 CP 火花就不错，这次一同演电视剧，让不少 CP 粉还是非常开心的。这部《70吉祥》是7生7世的设定，男女主是祥云和初空，两个人因为一时的冲动犯下大错，搅乱了3界的姻缘，后来二人被玉帝打落凡间，故事也由此开始，他们要经历7生7世的情节才能重回天界，并且每一世两个人的结局都是悲剧，一直都在生离死别，也是挺悲惨的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12，王鹤棣、虞书欣主演的《苍兰诀》。明明与你相识了才3个月，却好像已经相识了3万年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我只知道，我爱东方青苍是真。去年爆火的《苍兰诀》捧红了一票儿主演，该剧剧情紧凑节奏快，演员的演技也基本在线。最重要的是，王鹤棣与虞书欣的 CP 感爆棚，每个对视都超有戏。尽管前期互动十分甜蜜，但后期却充满了虐心的情节，两个人都愿意为了对方而牺牲自己，后面简直要把观众虐到哭呀！还好最后结局还算圆满的，没有让粉丝留下遗憾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13，胡歌、刘亦菲主演的《仙剑奇侠传》。不明白，我也不希望你明白。为什么？你的1000年修行换得10年寿命，值吗？《仙剑奇侠传》的第1部中，赵灵儿和李逍遥的虐真的是很经典。显然这部剧过了10多年了，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虐恋悲剧。灵儿身为女主，却一度被男主李逍遥遗忘，自己经历种种苦难也就算了，男主还和女儿林月如大谈恋爱，而他还是一样深情。重点是他女儿还被取名叫亦如，用来纪念另一个女人。然而大结局，灵儿背负起女娲后人的身份，为天下苍生牺牲生命，最终也死在了李逍遥的怀里。这样的结局，不管看几次也都让人意难平呀。最好哭的虐恋仙侠剧14，罗云熙、白鹿主演的《长月烬明》。人啊，一言一语，一切都随风。我劝你，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替他求情。这部《长月烬明》也真的是虐在了什么地方呢？网友们都在说，男女主基本没有长嘴，女二却长了3张嘴，因此各种误会，说就算叶惜雾直接跟谭台烬说明一切原因，谭台烬也愿意把邪骨取出来配合他。不过该剧中的3对 CP 都还算蛮精彩的，特别是500年后，叶惜雾成为了神女黎苏苏，还可以和蛋台烬再续前缘。萧凛虫生成了宫野纪无，叶冰裳也成了墨女，两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。但遗憾的是，第3对翩然为了救叶青羽，他舍弃了自己的妖丹，让叶青羽重生。然而等叶青羽醒过来后，却永远的失去了翩然，心里悲痛欲绝。两人终究是情深缘浅，也只有叶青羽，他再也等不到他的小狐狸了，直至慢慢老去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以上你重刷最多的是哪一部呢？除了这14部虐恋仙侠剧，还有哪几部能让你流泪的剧呢？请在评论区写出来推荐给大家哦。